父亲看在眼里，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偷偷的给他塞了1文钱。陈奶奶让我偷偷给你的，说不要让你哥知道。小丫头立马开心起来。周应怀微不可察的皱了下眉。你不能这么惯着他。少宇有的，玉丫头为什么不能有？只1文钱而已，这就惯着他了。周应怀没有再说话。那2床柔软崭新的棉被，新衣新鞋，还有村里其他孩子都没有的头花，玉丫头都是换着戴的。现在的父亲对2个孩子是真心不错，只要是2个孩子想要的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弄回来。等留着陈婆子吃完了饭，父亲又拿着针线布料开始折腾起来。周应怀坐在他旁边，见他手里的玩偶又换了个样式，周应怀实在看不出来这又是个什么东西。有着昨天的教训，他可不敢再问了。想看让你看个够。周应怀看着已经有了雏形的玩偶，请教过陈大娘了。什么请教？我本来就会的。周应怀有些好笑，又有些担忧。他家女儿怎么跟其他女娃娃不一样，偏偏喜欢养鸡呢？不成，明天去镇上得买几个女娃娃喜欢玩的玩具，好好的闺女可不能养坏了。外头那些话你不管一管？冷不丁的，父亲突然问了这么一句。又不是真事儿，有什么好管的？父亲无语啊，若是真事儿，你想管还管不了呢。当天夜里，乐安又闹起来，把他俩折腾得够呛。父亲实在是困得不行，只能一回一回的喂奶，想着把他哄睡。可每次才沾到床，乐安一准要醒，最后无奈只能周应怀又抱着摇到了天亮。这样不行，明天他再哭我不抱他了。周应怀连着2天晚上都没怎么休息，这会儿眼睛里有了血丝。你不抱我抱，闺女这么小，哭坏了怎么办？周应怀一边说着，一边穿鞋拿砍刀。父亲忙把他喊住。今天别上山了，你在家休息吧。过几日就到雨季了，到时候没法找柴火。那你小心些。等周应怀出了门，父亲又关上房门睡了一会儿。听着院子里的说话声，父亲猛然惊醒，出去看了看日头，才知道现在已经快过40了。怎么不喊我？周应怀带着少宇正在院子里堆柴火，玉丫头也在旁边帮忙。见他急着要去厨房，便说道：早饭一直在灶上焖着呢。父亲进去一看，灶上只有1份饭菜。正疑惑时，周应怀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我们已经吃过了，这是给你留的。父亲更不好意思了，他随便吃了2口，收拾好碗筷，要过来帮他一块儿堆柴火。哎呀，昨晚你几乎没怎么睡，你去休息，这留我呢。我已经睡过了，该睡的人是你，你今天什么都不准做，晚饭好了我再喊你。周应怀看了眼身边睡得香甜的乐安，无奈道：还用等到晚饭时间？孩子一会儿就得醒。果然他一语成谶，不过片刻，乐安又醒了。父亲正准备把脏衣服拿去洗洗，刚走出家门，就听见乐安哇哇大哭起来。周应怀正头疼地抱着乐安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有些活要去忙。说完他就这么跑了。父亲哭笑不得，看看你，把你爹折腾成什么样子了。少宇带着玉丫头出去玩了，家里只剩下他们母子。父亲实在扛不住这乐安整夜的闹腾，便想着去问问陈婆子。还没赶到陈婆子家，就见一帮人围在水井那一处，声音有些大，不知道在吵什么。周家媳妇儿找陈婆子呢。有家嫂子正好过来，指了指水井处说：在那边打水呢。你家2口子长得都好看，这孩子眉眼像你，嘴巴倒是跟他爹像得很，不知道长大了是个什么俊俏模样呢。有人夸自己孩子，父亲的心里当然很高兴，顺势也夸了嫂子家里的2岁女儿。
嫂子满是挂不住的喜色，奈何家中还有事儿，要不肯定还要再对夸一阵呢。见那边热闹还不散，父亲便抱着孩子过去了。正巧陈婆子打了水出来，见他抱着孩子，忙挥挥手让他赶紧往回折。父亲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听话的往回走，先去了陈婆子家门口等着。见陈婆子过来，父亲见他只拎了小半桶水，要不你帮我抱着孩子，我再给你拎半桶回来。不是拎几回的问题，是咱们村里这口井的水少了。前几天井水就变少了，今天井水更是下降的只剩一半了。这不大家都急着来提水，自然就整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周应怀在家吧？河里的水哪有井水干净？你赶紧让他去担水，省得到时候家里没得用，怕是要遭旱。旱？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，自打原主来到两河村起，从未有过缺水的情况。再者近年来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，几乎从未有人想过干旱的问题。陈大娘，你多虑了吧？周应怀才说过2天要下雨，早早把柴砍了呢。对，下雨就好了。父亲收了心思，忙说起了正事儿。听过乐安闹夜后，陈婆子笑道：这可没什么好办法，你自己哄出来的，只能自己受着了。要不我以后白天就不让他睡了，晚上就能少熬一些。那可不行，孩子现在才多大，能跟你一样熬一白天？该睡就让他睡，这么大点的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睡，这样才长得快。见父亲一脸愁容，陈婆子笑得更欢了。等孩子稍微大一些就好了。人家说晚上闹夜的孩子虽然闹人，但是长大了一定聪明。你家周乐安可不是一般人呐。离开陈婆子家时，晚饭快要做好的时候，周应怀才回来，手里拿着2根竹笋。先吃饭吧。不用，可以省着用。若是井水真的干了，我还能去河里挑回来。在床上瘫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休息得够久了，现在他满身的力气，好像怎么也使不完。哎，你锅里炖什么？好像要焦了。周应怀指了指他的身后，父亲这才想起锅里还炖着东西呢，又赶紧地跑进厨房。做好了油焖竹笋后，他又随便炒了个小菜，最后又挑了2块腐乳和1筷子的腌萝卜干。院子里有陈婆子盯着他的饭菜，只能吃清淡的。好不容易出了院子，周应怀又看得紧，看着这一小碟子咸菜，父亲忍不住地吞了口水。趁着四下无人，他刚夹起1块萝卜干，刚要尝尝味道，没想到你现在不能吃辛辣的。说罢，少宇带着玉丫头风回来了。爹，今天河里鱼好多啊！父亲与周应怀对看了一眼，都瞧见了对方眼里的担忧。父亲刚想多问2句，周应怀已经催着2个孩子去洗手吃饭了。坐下后，玉丫头伸手想要拿馒头，被周应怀挡了一下。等等，少宇。玉丫头嘟着小嘴，乖乖把手收了回去。父亲嗔了他一眼，拿了个馒头递给他。你就宠着他吧。玉丫头小，自然是要宠着的。他直接把馒头放在玉丫头碗里，又给她夹了1块油焖竹笋。玉丫头口水都快要淌出来了，偏还得忍着。好吃。很鲜。我以为这个季节都没有笋了，明天你上山再去找找，我做些笋干放着，以后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。我爱吃。玉丫头声音软糯好听，给父亲高兴的又给他夹了2块。少宇尝过，也觉得好吃。几个人都盯着油焖竹笋，只有父亲眼睛一直偷看周应怀手边的咸菜。他是真的馋啊，他真的只想吃1口。来，你吃这个。他心里想得好，
周应怀想得更好，在又被周乐安折腾了半宿后，傅青就指望着那一口萝卜干续命呢。没想到到墙角处，他的咸菜罐子不见了。周应怀！山上，周应怀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玉丫头轻轻给他拍着背。爹爹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少宇睨了一眼，继续忙着手上的动作。怕是被人骂了吧？走吧，下山。少宇回头看着身后的山林，有些犹豫。爹，我想上去看看。这里离他的陷阱处不过片刻距离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少宇哪里甘心就这么离开呀？那你去吧，我到下面给玉儿摘些果子。少宇应了一声，脚步飞快地朝那边去了。周应怀拉着玉儿往下走了一段，去给他摘了几个果子。玉丫头一边小手拿着一个，随手在衣服上蹭了蹭，又递给他。爹爹吃。爹不吃，玉儿自己吃。好，爹得吃。他把果子拿过来，一口几乎就咬了一大半。谁知周应怀神情僵住一瞬后，嘴巴就再也没动过，也没见他往下咽。玉丫头仰着小脸，满脸期待地等着爹爹夸奖自己懂事。谁知爹爹只是把他的小身子转过去，示意他往前走。他不明白，哥一会儿就来了，不等他吗？周应怀没作声，只是摇了摇头，催着他赶紧走。看着蹦蹦跳跳走在前头的玉丫头，周应怀有些惭愧。玉儿，爹再去给你找些别的果子。听说还有别的果子，玉丫头自然高兴，在原地乖乖等了片刻后，周应怀果然摘了些其他果子来。爹刚才尝过了，很甜。刚才的酸果都是小的，这会儿甜的几个都是大的，好吃。玉丫头还要伸手要一个。我给我哥。罢了，下回再来看看。哥吃，干净的。少宇哪有心情吃啊？玉丫头偏要他拿着，见他咬了一口，玉丫头这才高高兴兴的跟着周应怀朝前走了。才下山，就听见村里吵吵闹闹的，看过去，爹，井水真的干掉了？周应怀皱了下眉，不知道。走，先回家。周家门前，傅青正抱着孩子跟春生他娘说话呢。怎么了？傅青指着井水边。今早上井水更少了，春生娘挨家挨户的让大伙想办法再去打下2桶水备着。见背篓里的竹笋已经冒尖了，傅青轻笑道：让你们去找笋，也没说让你们把山里所有的笋都挖来。剥了壳也没剩下多少了。再说了，既然要做笋干，就多做些，以后吃起来方便。给妹妹吃。她这么小，哪会吃这些？明天我去镇上买些糖回来，你给他们做糖葫芦吧。好，那你明天买回来。早饭已经做好了。周应怀，家里好像进贼了。闻言，周应怀目光一凛。家里少东西了？傅青点头，指了指放在墙角处的那2罐子咸菜。周应怀立马明白，原来今天上山时还真有人骂他了。谁会偷你的咸菜？到时候找找就出来了。摆明了就是不想给他吃呗。明天还需要买什么？我一次带回来。傅青也想去一回镇上，但乐安太小，万一路上饿了闹了也挺麻烦。那你看着来吧。吃过饭后，周应怀挑了2根竹笋，让少宇跟玉丫头给陈婆子送去，自己则是拿着锄头和背篓去地里忙活了。趁着乐安乖巧，傅青把好些的竹笋挑出来放在一边，留着明天去集市上卖了。剩下的笋剥出来，切好铺晒在簸箕上。见手上没什么活儿，便带着乐安去地里看看。之前种下的土豆和红薯还没到时候，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挖出来。倒是上次村里嫂子们带他种下的那些青菜萝卜都能收了。
父亲过来时，那些萝卜已经规规整整地堆在一边。有这么多呢，咱家也吃不完，明天你带去镇上卖掉些吧。一会儿你把好的捡出来，我明天背去镇上。周应怀过来看了看孩子，见他乖巧地睁着眼睛看人，不由笑起来。哼，晚上可劲儿磨人，白天又乖巧的不像话。周应怀指了指旁边阴凉些的地方，让父亲过去等着，他则把剩下的地翻了翻，问他想要再种些什么菜，他明天去把种子买回来。先不买了，家里还剩下一些，把那些先种了吧。旁边不远就有条河，以前父亲浇地就是去那里提的水。他抱着乐安过去看了一眼，以前漫过水的河堤现在全是泥土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连河水都下降了这么多，真是要干旱了。乐安已经熟睡了，父亲喊周应怀把外裳脱了，放在平稳阴凉的地方垫着，这才把熟睡的乐安放在上头。叮嘱周应怀看好孩子后，他又把萝卜装进了背篓里，带去旁边的河里把泥巴都洗了。等周应怀忙完，一家人回去的时候，远远看见张婆子家门口放着一张板车，板车上还装了些包袱行李。从地里回家必须要经过他家门口，正好瞧见秀芳扶着王大有出来，张婆子拎着2个包袱，抹着眼角的泪，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一脸的不舍得。见了他们，3个人神情各异，有人心虚，有人羞愧，张婆子更是把怨恨2个字都刻在了脑门上。看什么看？我家东西可都是上了锁的，要是我回来发现锁坏了，家里东西丢了，一准就是你家偷的。张婆子的手指恨不得戳在父亲的脑门上。走吧。父亲不想与他家再有牵扯，喊着周应怀走了。秀芳刚把王大有扶上板车，看着他们一家离开的方向，张了张口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看什么看呢？还想去自讨没趣啊？要不是他们一家，我们至于被逼走啊？张婆子没好气，把包袱递给王大有，喊着秀芳合力推着板车，就这么走了。他家一走，井边那些人都不吵架了，纷纷说起了他家的事情。我还以为张婆子能有多硬气，都以为他家要死赖在村子里不走了，没想到还是熬不过去。什么熬不过去啊？那叫没脸呆了。也不知道他家搬去哪儿啊，更没听说他们家要卖房子，这以后还要回来的意思啊？可别来了，一个好手好脚的大人偷小孩东西，一个看着老实背过身就造谣的女人，还有一个死皮赖脸的张婆子，走了才干净。李姓媳妇儿人在旁边嗑着瓜子，说得太起劲，瓜子皮都飞到别人衣服上了。见人家嫌弃，他才忙给人家拍了拍，话头一转又八卦起来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啊？好像咱们村里谁家跟周应怀家不对付，一准就要出事儿。那你看啊，虎子他娘被粪瓢杵过嘴，过几天就坐牢去了。秀芳多好一个人呐，跟周家交恶以后呢，也搬走了。李姓媳妇儿瞪着那双眼睛，声音恨不得扬到对面山上去。你们说说，这事儿怎么这么邪门啊？见大伙儿不吭声，只齐刷刷地看着自己，他心里咯噔一下。看什么呢？我还以为他家2口子来了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现在咱们两河村跟他家不和的人不就只有你了吗？李姓媳妇儿猛地站起来，动作太大。你别乱说话啊！我在村里可没得罪过谁。说完这句话，李姓媳妇儿找了个借口，慌慌张张跑了。瞧他那样，天天得罪人，让他家李欣给他擦屁股，还好意思说这种话。哎呦，他那性子再不改改呀，以后还得吃亏。不过他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好像跟周家不对付的人全都走了，确实是有点邪乎的。邪乎什么邪乎？刚过来的陈婆子没好气地说：
虎子他娘是因为存了害人的心才下狱坐的牢，我可是看见了，有那么几家人晚上不睡觉跑到人家地里把人家庄稼给糟蹋了。陈婆子指着其中几家人骂道：张婆子一家搬走是被大家排挤的，现在连井水也不让他家打，他家能待得下去？在场的各位都被陈婆子骂的是哑口无言，唯有一个不满道：那你不也跟着我们大家一块排挤？我承认啊，你敢承认吗？人家碰了一鼻子灰，哪儿还敢招惹他？不是真要旱吧？我家今年种了不少粮食，就等着卖钱呢。不慌不慌，没准就是井水干而已。可是咱们村旁边那2条也要见底了。少宇带着玉丫头和春生、程良几个人也回来了，收获颇丰，每个孩子都最少拎着4、5条鱼回来。爹，河里好多鱼。周应怀扫了一眼，顿时皱起眉来。4条，这么厉害？我也找到了。父亲又把小丫头一顿夸，给小丫头得意坏了。爹，我再去抓2条回来。哎，别去了。周应怀把他喊住。抓这么多回来，我们自家吃不了，拿去镇上已经成死鱼了，卖不出好价钱。父亲却不这么想。可以做成腌鱼晒干，也不碍事儿。如果真遇上大旱，庄稼肯定是种不出来了，不如放这些干货当存粮也好。的确是这个理啊。周应怀直接背上竹篓。那我跟你去。玉丫头还要去，被父亲拦了下来。村里去抓鱼的河边并不近，丫头年纪小，这来回2次的，到时候肯定跟不上，最后还得有人抱，不如留在家里帮忙。父亲负责杀鱼，玉丫头负责清洗。丫头年纪虽小，但是干活却从不叫人操心。等周应怀他们回来，6条鱼都已经腌制好，挂在高处风干，晚饭也已经做好端上桌了。趁着天色尚早，一家人忙活到天黑才把所有鱼腌制好。累了一天了，一家人早早的睡了。清早，父亲在乐安的哭声中醒来，突然村里喧闹起来。父亲好奇地开门凑个热闹，见有人脚步匆忙，神情焦急地从自家门前跑过，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李云的孩子掉水里了，现在都没气儿了。父亲心下一沉。掉哪个水里了？那大清早的被他娘使唤打水去，结果不慎掉井里了。大伙刚把人捞上来，可是已经没气儿了。李云正是玉丫头口中那个云姐姐，是跟玉丫头玩得最好的那个小姑娘，与少宇同样的年纪，乖巧懂事，是个好孩子。人命关天，父亲不容多想，拔腿就往那边跑。井边已经围了不少人，最里头传来李云他娘撕心裂肺的哭声和愧疚。让开让开！父亲挤进去。让我来！周家媳妇儿，你快过来吧，李云这孩子不行了。哎呀，他娘这么多年只生了这一个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正心疼着呢。李云他爹外出做工还没回来，他娘也是心急了，才让孩子这么早起来打水。哎呀，真是造了孽了呀！耳边议论不断，但谁都不敢上来帮一把。父亲疼得倒吸一口气，顾不得被井口撞疼的后腰。嫂子，让我试试。都已经死了一个了，可不能再伤一个。谁知父亲反手拉着搀扶自己的人，指着发疯的李云娘，厉声道：去，把他拉开，我能救那孩子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听了父亲的话，上去把李云娘拉开。父亲冲过去，把李云的身子平放，见他口鼻里有些泥，又赶紧抠出来。按照前世所见所学的技艺，双手叠加进行心肺复苏。我的云儿啊！见父亲按压李云的心口，别说护子心切的李云娘，就是其他人也跟着慌起来。这女人怕不是疯了吧？这是害命吧？
所有人倒吸一口气，目露惊恐地看着正在给李云做人工呼吸的傅青，简直没眼看。你个爱贱刀的，你快放开我女儿！你快放开她！你敢这样糟践我女儿，我饶不了你！我饶不了你！傅青充耳不闻，人工呼吸4、5次后，又继续心肺复苏。快把周家媳妇拉开！还没等这些人上前，手里拎着2只肥美兔子的周应怀，周应怀，你看见你媳妇儿刚才对李云那孩子干什么了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对一个孩子举止放浪，简直是不干人事啊！周应怀，你快管管你媳妇儿！你他妈才闭嘴！老娘他妈在救人！傅青恼怒的声音自周应怀身后传出，所有人又是一惊。他骂人，他还敢骂人！我媳妇儿说她在救人，就是在救人。与李云家交好的人不赞同道：若是出了事怎么办啊？现在孩子已经出事了。所有喧闹质疑顿时安静下来。若真是出了事，我周应怀一人承担。周应怀清冷又裹挟着威严的话语，让所有人心中为之一震。早知道周应怀护妻，没想到他这样黑白不分，可惜了李云这孩子啊！醒醒，别死！傅青很慌，他不是专业人士，前世也没遇见过这种情况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尝试呢。他是真的想救李云这孩子。不行了，咱们去报官吧，这样下去要死人的。一声咳嗽叫所有人又是一惊，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，又是连着几声咳嗽。刚才已经没了气息的孩子，这会儿弓着身子，一边咳嗽一边吐着喝到肚子里的脏水。回来了。傅青累得瘫坐在地上，嘴上喃喃念着这3个字：哎呦，救活了，真把人救活了！他真是在救人啊！快把他娘喊醒，再把孩子带回家去换衣服。还行吗？我把乐安留在家里了。闻言，周应怀背过身去，他抱着媳妇儿大步离开。李云娘恰时醒来，听见女儿哭声时，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亲眼见到活生生的女儿，她这才痛哭出声。乐安确实哭闹了，妹妹一直哭，不管我怎么哄，她还是哭。爹，你干嘛呢？爹的脸为什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又被人骂啦？少宇年纪不大不小，该知道的都知道，不该知道的也都听说过，虽然不理解，但表示尊重。他稍稍沉下脸，几天没读书了，既然要学就好好学，还不赶紧去读书去？玉丫头被他突如其来的严厉吓了一跳，慌慌张张地去屋里翻那2本好几天没碰过的启蒙书。前几天不闻不问，现在突然凶巴巴的，简直莫名其妙。爹，我今天想去河里看看。去吧。爹，我今天想去河里看看。去吧，带着竹篓。若是没有大鱼，抓小鱼，让你娘做些鱼酱也行。少宇拿起新做的竹篓，跑去找春生跟陈良了。傅青哄好了乐安，周应怀正要帮他洗衣服。你快放着，我拿去河里洗。现在井水都要打不上来了，家里的水得留着喝呢。周应怀刚想说没事儿，门外突然传来哭声，两人开了门，李云他娘带着孩子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傅青要把人扶起来，他娘却偏不起。你救了我家孩子，是我家的恩人。说罢，他喊着李云一块儿跪下，给父亲磕头。父亲可受不起啊！我生产的时候落了病根儿，这辈子只能有云儿一个孩子，他就是我的命根子啊！你救了我的女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家的恩人。说罢，他咚咚磕了几个响头。李云见了，也跟着磕起来。玉丫头在少宇房中找到了那2本启蒙书，
高高兴兴地拿出来。玉姐姐，你流血了！李云跟她玩得好，也懂得照顾玉丫头，便蹲下身来让她给自己呼呼。两边大人拉扯了一阵，最后又安慰了一阵，李云娘才安心地带着孩子回去了。这种惊世骇俗的救人方法你在哪儿学来的？周应怀冷不丁的一问，让傅青心中一颤。他快速稳住心神。以前听说书先生讲的，觉得新奇就记下来了，情急之下只想把这条性命救活。周应怀的锐利眸光闪躲在他身上，似乎要把他看穿了。他心虚，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。哪知道还真的成了。以后不许再做了啊！傅青没明白他的意思。画本里头的东西你也敢信？这次是救活了，万一下一次没救活呢？还好这次是个小孩子，万一下回就是个大男人呢？逝者为大，这个救人的方式太过惊世骇俗，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得了的。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再遇见，不准你再逞强了啊！傅青应了一声，但如果真要有下一回，他还是要救人的。救人啊！对了，救人可是有大功德的。傅青寻了个借口进了趟空间，一眼就看见牌匾上的功德数已经变成了正数啊，50啊，50点的功德数。他觉得自己又行了。他跑到展柜前挨个的看过去，最后两眼放光的盯着眼前的东西。辣条15功德可换取，只一根而已啊，就要15功德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可是呢，他想吃啊，想吃的不得了。换，犹豫什么呀？必须换！别忘了点个赞。等他心满意足的从空间里出来，周应怀已经抱着乐安哄了一会儿了。他猛地清醒过来，有些惭愧的伸手准备把乐安接过来。不用，你歇着吧。刚才乐安哭得这么大声，你都没醒，一定是累着。傅青，你偷吃咸菜了？傅青不屑，切，开玩笑，他有辣条吃，还用得着吃咸菜？咱家咸菜不是被人偷了吗？我哪找得着？周应怀才不信他的鬼话呢。他捏着傅青的下颚，轻轻用力。你偷吃了？我没有，我直接就进屋了，根本没去别的地方。你看，我手指头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并非舍不得，只是乐安还小，你也得忌忌口啊。我就吃这么一回，下回不准了。不过片刻，少宇便回来了。爹，今天河水比昨天少，抓鱼的人可多了，我只抓了这些。也成了，昨天已经抓了不少回来了，总得要给别人留一点。周应怀语气平常，好像根本不在意少宇说的前半句。少宇以为他没听清楚，又说了一遍。周应怀点了点头，让他把小鱼交给傅青后，便背着装满了萝卜和竹笋的背篓，又拎着今早打来的2只野兔，喊着少宇去镇上了。丫头，跟爹去镇上。玉丫头点点头，欢欢喜喜地跟了上去。父子3人到镇上时，已经是正午时候了。别忘了点个赞。玉丫头摸着小肚子，爹，清早娘是不是忘记做饭了？周应怀这才想起，今早大伙儿都没有吃早饭。少宇一声不吭，其实啊，早就饿了。一会儿先卖了野兔，爹给你买肉饼吃。才到了集上，便听得大伙儿都在议论井水下降不少的事情。周应怀神情稍显凝重，难道镇上也缺水了？野兔之前被王大有贱卖，不管来问多少人，都只给他们35文钱的价格。周应怀要定40文一只，分文不让。最后听见2个孩子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这才终于松了口，以75文钱的价格一起卖了出去。他给了少宇4文钱，让他带着玉丫头去买肉饼。等他们回来，玉丫头小嘴小手蹭得哪儿都是油，
小脸挂着满足，可爱的不得了。少宇把手里的饼递给周应怀，他推回去。哎，爹不吃，本来就只给你们买的。他只给了少宇4文钱，只够买2个饼啊。少宇摇头，妹妹的是肉饼，我俩的是素饼，只要1文钱一个。他把手里的递给周应怀，又拿出自己那个吃了起来。玉玉丫头惊讶地凑过来，哥，你的是素饼。再看看自己的，都快要吃完了，犹豫片刻后才把自己手里的肉饼递过去。给你咬一口，就只能咬一小口。他生怕少宇给他多咬，甚至着急地跺起脚来。少宇嫌弃地把他的饼推开，走到一边坐下，吃起了自己的。你不要，你真的不要，你不要，我可就吃完了。未等少宇说话，玉丫头几口咬下去，根本不给他任何反悔的机会。周应怀哭笑不得，正要说他2句的时候，突然想起玉丫头以前性格怯懦怕生，可如今看来，她已经变得活泼不少，身上全是她这个年龄孩子该有的可爱之处。他明白，这些都是父亲的功劳。他让玉丫头一个人睡，把玉丫头收拾得干净漂亮，给她戴村里小丫头们都没有的头花，还教她读书写字。他一视同仁，从没有因为有了自己亲生的而不管玉丫头。他也曾经说过，少宇有的玉丫头也要有，现在也从未苛待过他女儿。玉丫头是因为他而改变的。别忘了点个赞。竹笋倒是好卖，3文钱1斤的价格，一共卖了18文钱。可萝卜集市上到处都是，价钱也高低不齐，到了他们这里便卖不出去了。2个孩子觉得无聊，想要去玩一会儿。周应怀颔首，叮嘱他们别走远了。看着日头下去了些，萝卜也实在卖不出去。今早到现在也只吃了1块素饼，这会儿早就饿了。他便收拾了东西，背上背篓，喊着少宇玉丫头回家。虽然父亲没交代，但是昨天做腌鱼已经快把家里的调料用光了，总得再补一些回去。周应怀带着少宇跟玉丫头跑了好几个杂货铺子，终于是把需要的东西都买齐了。玉儿呢？只一个转身，玉丫头便不见了踪影。周应怀心里咯噔一下。少宇，你去那边寻人，不管找没找到，约莫1盏茶的功夫都要赶过来跟我会合啊！少宇也急得一头冷汗，匆匆应了一声后，便往反方向跑了。两河村，父亲还是没舍得用家里的水洗衣服，正在犹豫让乐安留在家里，还是带着一块儿过去洗衣服时，陈婆子来了。昨天父亲跟他提过山上的竹笋鲜嫩，陈婆子便说今天去看看。李云吊井里那会儿陈婆子不在，刚才回来了才知道村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。他拉着父亲一番追问，最后唏嘘道：这要是没遇上你，丽云那孩子就真没命了。不过周应怀说的是，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你可不能莽撞了。话本里的东西你都敢信，胆子真是太大了。父亲连声称是，他故意把这些说给陈婆子听，就是指望着陈婆子帮他把话传出去。他的急救方式确实是太惊世骇俗，若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圆过去，以后怕是要生出麻烦的。大娘，我刚才弄得一身泥泞，家里的水又不舍得用，想拿着去河边洗。乐安现在睡着了，但跟前没人，我怕他一会儿醒了。你去吧，我给你看着。别忘了点个赞。父亲谢过后，拿着东西抓紧时间赶去河边。原本河水边有块大石头，河水漫到其下，洗衣服正好。可如今河水骤减，要洗衣服只能踩在以前的河床上。妹子，用我的。我这有搓衣板，给你使使啊。你那哪有捣衣杵好使啊？父亲妹子，给你用这个，敲2下衣服才软和呢。村里这几位嫂子倒是不难相处，
只是现在比起往事来越发的热情，弄得傅青有些不大自在。可人家哪儿管他自不自在啊，直接把东西塞他盆里，见他杵在那儿不知所措，竟还要帮他洗。不用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傅青忙把木盆护在跟前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这里头除了自己的贴身衣物外，还有周应怀跟邵雨、玉丫头的4个人的衣服，哪儿好意思让别人洗啊？人家看他紧紧护着，也都没敢硬来，倒是捡着一些话故意跟他讲。讲着，便说到了他救人的事情上。傅青把那一番说辞拿出来，反倒是激起了这几位嫂子的兴趣，又是一连串的追问。他只能现编了一个故事，看他们恨不得又把刚洗好的衣服再洗第3回。傅青赶紧把自己东西收好，寻了个借口跑回了家。陈婆子正抱着乐安玩，哼着小曲儿，孩子不哭不闹，只睁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他。傅青把衣服晒好，留着陈婆子在家吃饭。陈婆子摇头，他家的笋也准备做成笋干，要回去忙活。陈婆子走后，傅青又在家忙活了一会儿，瞧着不早的天色，突然有些心急起来。周应怀他们还没回来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此时镇上一盏茶的功夫早过了，周应怀已经在原地等了一会儿。他那双冷眸一直盯着邵雨离开的方向，目光锋锐又可怕。若是邵雨也弄丢了，爹！邵雨从远处噔噔噔地跑过来，喘得差点跟不上来气。没找到。爹，前头好几户人家都在找孩子，都是跟妹妹一样大，3、4、5岁的年纪。妹妹是不是被人拐走了？周应怀眸心骤然变得森冷，他把背篓放在地上。你背着东西先回去，若是你娘问起，就说我带玉儿买鸡仔去了。说罢，周应怀朝着他所指的方向快步而去。邵雨追了2步后才停下，咬咬牙后又折了回去，背起背篓赶回家去。傅青一直在门口等着，远远瞧见邵雨回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可等人到了跟前，依旧不见周应怀跟玉丫头，刚落下的心一瞬间又提了上来。丫头呢？你爹呢？邵雨没看他，径直往家里走，一边敷衍着他，说着在路上已经编好的谎话。玉儿非要买小鸡仔，爹带她去买小鸡仔了。初一听没什么，可他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。那你怎么先回来了？今天萝卜卖不出去，爹嫌太重了，让我先把东西背回来。怕他不相信，邵雨放下背篓时用了好大的力气，好像背上的东西真的是1000斤的重量。别忘了点个赞。有饭吗？我们都没吃早饭。傅青心头一紧，更加确定周应怀跟玉丫头一定是出事儿了。周少宇，你一点也不会撒谎。邵雨本就心虚，现在被人揭穿谎言，慌得他更是手足无措，越想掩饰就越发错漏百出。傅青目光沉沉，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邵雨心里一慌，眼眶瞬间泛红。周少宇，你爹跟妹妹呢？邵雨紧握双拳，唇线紧紧抿着，一个字都不愿意说。周少宇，你哑巴了！你爹跟周佳玉呢？妹妹丢了，爹去找了，怕你担心。看着乐安。说出这句话，傅青已经冲出了家门。乡间小道上，一辆马车疾驰而过，沿途掀起尘浪不说，还留下一片孩童的哭啼声。突然，马车被淤停下来，人牙子掀开车帘，扬起巴掌，挨个的扇过去。直到这些孩子都不敢再哭，才喊着同伴又继续驾车赶路。你手脚轻点，到时候别把人打坏了，卖不了钱了。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金贵小主，一巴掌就打坏了。
这些个小贱种，非要教训教训才懂得消停。一帮孩子听着外头的恶言恶语，吓不敢再发出声音。可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呜呜的声音传出来。你们这些没人要的小贱种，谁敢再发出声音，我打死他！我不是贱种，我娘不准你这么说。玉丫头本来是躲在最里头的，听见这话，噌的一下子站起来。我不准你这么说我。好好好，真是个胆儿大的。说着，人牙子钻进马车，一把将玉丫头拎了出来，啪的一个耳光，玉丫头哇的一声就哭了。还敢哭？人牙子高高的扬起手臂，正要动手时，却突然被外头的同伴喊住了。有人来了！人牙子揪着玉丫头的衣裳，一边恶狠狠地盯着车里的所有孩子。谁敢出声，我杀了谁！马车外，一道低沉冷沉的声音传了进来。我女儿走丢了，你们可有看见？人牙子更慌了，万一车帘掀开，这一车的孩子都得露馅儿。当朝律例，偷拐孩子那可是重罪。玉丫头被捂着半张脸，早就喘不过气了。玉儿，爹，你敢打他？我把他养这么大，我都不舍得打，你有几个胆子敢打他？你有几条命来赔？人牙子暗道不好，还未等做出反应，身子突然腾空而起，下一瞬，人牙子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人牙子疼得惊恐大叫，想躲，还没缓过气来，人牙子知道他死定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他动手？我周应怀养大的女儿，轮得到你这种杂碎来欺负？到了黄泉，记得跟你家祖上请罪，因为你，他们才不得安宁。一拳，两拳，他面无表情，但动作的狠厉又着实叫人心惊胆战。爹，微弱又带着些惊惧的童声传入了周应怀耳中，周应怀才像是突然清醒过来，猛地收了手。玉儿乖，爹带你回家。把玉丫头放回马车里，周应怀看着这一车被吓傻的孩子，缓下语气。坐好，我送你们回家。父亲赶到镇上时，已经有人去官府报了案，虽被记录在册，但官府却没派人去查。父亲赶到镇上时，已经有人去官府报了案，虽被记录在册，但官府却没派人去查。有几户人家正在衙门前闹着，有些又唉声叹气，更甚者哭晕在了衙门前。一打听才知道，闹得凶的都是丢了儿子的，叹气哭声的都是丢了女儿的。老三家不也丢了女儿吗？怎么不进来找啊？他家新进门那个又怀了一个，听说找人看了是个儿子，人家早就不想要那个闺女了，这会儿丢了，那不是正好？父亲听着旁边的议论，瞬间恼火，刚想骂过去，就听见旁边有一人紧着骂道：真是蠢货！闺女卖了还有钱，被人拐走了，可是一分都捞不着。那人说的理所当然，父亲心里的火噌的一下窜到了头顶，刚要发火，衙门里走出一位官差，不由分说要撵人。民哪敢与官斗啊，大家只能退让。父亲不管这些，胆大的上去质问他为何要撵人。来了个不怕死的，这倒是稀奇了。可见父亲面上怒容，再看看他身后不远处眼巴巴等着答案的那些父母，衙差长叹道：唉，并非是衙门不想管，而是近来天干缺水，已经有不少村子粮食受损。李正大人正被这些事情弄得焦头烂额，每日都急着往上报，却总无下文。镇上丢了孩子的事情，不是我们衙门不想管，而是线下实在是没精力去管，只能暂时先放放。等我们衙门人手足够了，一定会细查此案的。丢下这话，衙差便要回去了，父亲立马把人拦下。
天干缺水，难道是李征大人写2份表书报上去就能解决的了？就算是朝廷拨下赈灾款银，也不会立马就调到衙门里来。为什么不能先管管我们的事情？孰轻孰重分不清楚吗？衙差被他的话怼的是哑口无言，只能先进去回禀李政。片刻后他又再出来，脸色比刚才还要臭些。我们大人说了，你们那是急事儿，天下苍生也是急事儿，耽误不得。你们一没有证人，二没有物证，到底是孩子被拐走了，还是约着跑出去玩了，谁也说不准。大家还是先回去，没准一会儿你们家孩子就自己回来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傅青一声喊起，其他人也跟着出声。镇上丢失的那几家或许能约着一起出去玩，但是他家玉丫头绝对不会。丫头性格虽已经变得开朗许多，但绝不会一声不吭地跑去自己不熟悉的地方玩。他养的女儿，他最清楚不过了。衙差也是犯难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他冷着脸大声地说：你们要报案，就得拿出证据来，若是没有，现在就去找。若是还敢在衙门前闹事，抓几个去牢里学学规矩也可以。这话一出，还有谁敢多话？见他们几个已经学到了规矩，衙差冷笑一声，转身进了衙门。那些要报官的爹娘们只能摇头叹气，眼角擦泪地往回走。见他们几个已经学到了规矩，衙差冷笑一声，转身进了衙门。那些要报官的爹娘们只能摇头叹气，眼角擦泪地往回走。傅青不甘心，官府不管，但玉丫头他得管。他追上去，这一圈问下来，确实有了收获。他在街上找了个会画像的，把刚才自己打听来的信息说给他。不过几笔间，画中人已经有了模样。歇了笔，画那位有了上了些年纪的老先生突然疑惑出声：这怎么这么像王二麻子家那个不成器的继子啊？你说谁？哎，这样就更像了。他家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，但前几天我还遇见过呢，要不也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来。他家在哪儿？你能带我去吗？老先生抬头看他：你是何人？找他家有何事？片刻后，衙门的人拿着傅青手里的画像，由老先生带路，来到了王二麻子家门前。哎呀，跑了！王二麻子跑了！他跑什么呀？当真干了亏心事不成？傅青心头一紧，抬脚跟着追了过去。追进屋里才看见窗户大开，墙壁上还有几个脚印子，而窗户外头几声训喝，接着便有人求饶起来。他循声追出去，正好见几个衙差押了个满脸麻子的人出来，不用问都知道，这就是那个王二麻子了。回来了，我家女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是出去玩了？真是被拐的，现在已经被人送回来了。那些孩子都送来了，一个不少。娘！听见这一声，傅青浑身一震，猛然回头，看清楚站在身后不远处的人正是玉丫头。丫头！傅青跑过去，把玉丫头紧紧抱在怀里。她小小的，软软的，身子瘦弱，吃多少都补不回来。平日里乖巧的不得了，还懂事的帮大人做事情。这样的孩子弄丢了，傅青得自责难过一辈子。你怎么没看好他？玉丫头不懂事，难道你也不懂？一个大男人，还是3个孩子的爹，还能让人在眼皮子底下把孩子偷了？他骂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，周应怀反驳不了。玉丫头几次想要帮周应怀说话，可想想刚才，又看看正为自己哭的娘亲，玉丫头便不敢再说话了。见他这样，傅青更是心疼，越发把周应怀一顿骂。等他口干舌燥停下来，周应怀才终于有机会跟他说：我去衙门说个事情，你带着孩子在前头等我。听见他这话，
玉丫头突然紧张起来，拉着她的手不让走。爹爹，你别去！玉儿乖，爹去就来。说罢，周应怀拉开玉丫头的手，径直走进了衙门内。玉丫头急得要追，衙门重地，可不是她能乱闯进去的。父亲一把将她拽回来，没想到一直乖巧的玉丫头竟要把她推开。丫头，那是衙门，咱们不能进去。爹更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爹杀人了。可玉丫头不敢说，更不能说。是不是疼了？娘给你呼呼。爹不能进去，他们会把爹关进牢里的。为什么？可不管他怎么问，玉丫头什么都不说，只坚持让他进去，把周应怀喊出来。怎么了？周应怀声音响起那一刻，你去衙门干什么？父亲始终悬着一颗心，他在哪里找到那些被拐卖的孩子的？那些人牙子去哪儿了？他们路上又遇到了什么？父亲心里揣着好多疑问，只能从他这里得到答案。周应怀知道他想问什么，刚想开口，他眸心倏然一滞。他先把玉丫头放下，玉丫头不肯，他又哄了2句后，玉丫头才乖乖地松了手。只见他把外裳脱下来。乐安估计饿了，我们得快些回去。周应怀没听他的，单手抱着玉丫头，一手拉着她，直接把她带去了成衣铺。你家男人真不错，还懂得这么照顾你。天底下有多少人有你这样的父亲？妹子，这是你家男人给你选的，你家男人眼光真是不错，这颜色衬得妹子你更好看了。你放心，价钱也是最合适的，绝对没有乱花钱。老板将衣服放在他手边，又笑道：妹子，你嫁了个好男人呢。父亲换了衣服出来。这衣服花了多少？买的是店里最便宜的，没乱花钱。父亲摸了摸料子。我要是没去过那些铺子，还真就信了你的话了。周应怀轻笑，他媳妇儿娇滴滴的，万一穿的粗糙，把肌肤磨坏了怎么办？你……马车是在半道上截住的，连着玉儿，上头有12个孩子。12个？父亲脸色变了变。今天在衙门前就只来了8户人家，另外4户不想要了。2个伢子因为分钱起了冲突，惊了马，已经死在了马下了。我刚才去衙门就说这个去了。周应怀说得坦坦荡荡，倒是父亲惊了一下。死了？父亲皱了下眉，附而又解气道：玉丫头脸上那巴掌，就是那2个畜生打的吧？简直死有余辜！要是我在场，非得捶烂这2个畜生的脑袋。他只顾着骂人，没瞧见周应怀眼里那一闪而过的厉色。可冷静下来之后，父亲的心瞬间又提了上来。难怪玉丫头不让他去衙门，就这事儿怎么能说得清楚？万一官府把责任赖在他的头上，让他背黑锅呢？马车是我嫁回来的，若是我不主动去衙门说，恐怕到时候真就弄巧成拙了。人伢子死有余辜，那些孩子也平安回来了。如今有官府处理，其他事情均与我无关。见他神情担忧，周应怀心中一暖，语气也比刚才更加柔和一些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快要出阵时，父亲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。你身上还有钱吗？还剩下一些。你要买什么？玉丫头是在几声咕咕中醒来的，看清楚周应怀手里拎着的东西，激动的大喊：小鸡仔！爹，你给我买小鸡仔啦！你爹答应过要给你买鸡仔，这不就给你买了？你爹挑了半天，给你挑的都是最漂亮的。有几只？爹买了几只？6只。1、2、3，不对，怎么只有7只？爹，你别动，
让我数好了你再走。好了，回去再数。现在小竹楼里，你怎么数得清楚啊？乐安还在家里，爹娘得先赶回家去。啊，妹妹一个人在家，快些快些，一会儿妹妹被人偷走了怎么办？傅青更是心急，他的脚程没有周应怀快，只能加快脚步。这一路走来，恨不得把脚底磨出火星子。邵雨一直等在门口，怀里的乐安哭闹不停。李云娘经过，你家周乐安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你娘呢？邵雨不说话，默默抱紧了怀里的妹妹。哎呀，这是不是饿了呀？婶子家里倒是有点粥，但这么小的孩子得喝奶呀，其他东西啊都吃不得。来，我抱着哄哄。邵雨不让，说什么都不让。他已经丢了一个妹妹，可不能再丢一个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还防着我呢。说罢，李云娘就要进来喊人。周家媳妇儿，傅妹子。我娘不在。话刚出口，邵雨就后悔了。可转念一想，现在村里人都不敢小看他们家，没人敢到他们家放肆。乐安哭得嗓子都要哑了，邵雨手足无措，又把他抱进去，拿着吃饭的勺子进水缸里给他打了点水，刚要喂下去，立马被李云娘喝住。哎，你小子干什么呢呀？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喝这个？邵雨慌地收了手。不能喝吗？这个呀是生水，有时候大人喝了都得拉肚子呢。你家周乐安这么小，一准要闹肚子的。邵雨更慌了。傅妹子，傅妹子，我说周少宇啊，你家大人到底哪儿去了呀？就在这时，乐安哭得都快要缓不上气了，着实吓着了邵雨。他实在没辙了，只能跟李云娘说：我家大人玉儿丢了，爹娘去找了。李云娘刚想把孩子接过来，听见这话，手猛地一颤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混小子，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离两河村还差2里地势，傅青只忙着赶路，并未留意到他那边。等抬起头时，顿时被正迎面走来乌泱泱的一帮乡亲们给惊愣了片刻。这些都是两河村的乡亲。哎，那不是周应怀的媳妇儿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孩子啊，可算是找回来了。嫂子，大伙这是……哎，是李云他娘听见你家乐安哭闹，问了之后才知道玉丫头被拐走了。这不嘛，大伙知道以后都要过来帮忙找孩子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